可能你非常喜欢李子柒，也有人不喜欢，但不可否认的是，李子柒在整个世界都火得一塌糊涂。近日，一场关于李子柒是不是文化输出的话题引爆了整个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上关于李子柒的前7个话题的讨论量是38.8亿条，微博2146万粉丝， YouTube 上粉丝759万，观看9.7亿次， B 站粉丝305万，播放1.1亿次。一个农家女在短短2年间如何蜕变成为一个堪比明星的人，这背后资本的助推功不可没。本期视频我们从资本角度来解读一下李子柒如何麻雀变凤凰。李子柒自幼父母离异，父亲早逝，由继母抚养。据2017年他的一篇长文中提到，6岁时被继母拽着头发往水沟里按，被打得半死不活时，都生生的没掉过一滴眼泪。从这段话中，小编看出李子柒的倔强，没有这个性格特质也不能做到如今的成就。李子柒2016年3月25日在美拍上发布了第一支视频，是关于桃花酒的制作内容，一直到年底反响一般，也只是在特定的圈层中比较流行。2016年9月份，一个昵称为 L 先生的粉丝在微博与他私信，想与他寻求合作，此人也就是后来李子柒所在的 MCN 机构的刘同明。这里科普一下 MCN，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聚合网红的第三方机构，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网红经纪公司，它保证网红能够进行稳定持续的输出内容和商业变现。这里要说一下商人的本性，抢占先机。9月份，刘同明与李子柒在微博私信，但是从刘同明公司申请李子柒商标专利时间上可以看出，他们在2016年8月29日就开始连续注册各个类目关于李子柒的商标，至今已经注册了关于李子柒的100多个商标，所以至少在8月份，刘同明已经在研究李子柒，并看好了这样一个潜力股。不论是否收归自己旗下，抢注李子柒商标就是资本行动的第一步。2016年11月，他拍出了爆款视频兰州牛肉面，全网播放量5000万，点赞数超过60万，视频质量也比之前有所提升。此时可能双方已经有了实质的合作。2017年4月，视频秋千在美拍上点击量突破1000万，全网播放量8000万，点赞数超过100万，每天都有几十个广告商找上门。也正是看到了这样的潜力，刘同明通通给拒绝了，因为他有更大的布局。刘同明的杭州微念科技有限公司，从图上可以看出，第一大股东是刘同明，同时在杭州微念的对外投资中有一个公司是四川子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穿透过来看，法人李佳佳就是李子柒的真名。公司成立于2017年7月20日，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杭州微念持股51%，李子柒持股49%。虽然持股比例相近，但是公司运营决策上，李子柒仍然处于是弱势地位。不过对于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李子柒当然也是欣然接受的。杭州微念本身就是做 KOL 孵化的，这里顺便科普下 KOL 在营销学上就是关键意见领袖，说人话就是对某些群体的购买行为有较大影响力的人，比如网红李佳琦、明星杨幂都是 KOL。而正式成立公司意味着微念将会对李子柒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包装宣传推广。那这个微念到底有何神通呢？先看看这个公司的发展历程。截至2019年底，已经有了5轮融资。这家公司的天使轮融资是杭州本地的一家企业，但是到了 B 轮时，其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新浪微博和芒果的8000万融资。目前微念科技二股东全称是北京云梦创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上就是新浪微博基金的管理人。微念本身是拥有多位短视频网红资源的，并且也是微博签下的12家核心合作商中唯一专注短视频的。此时新浪本身也将大力发展短视频业务，又因为李子柒和其他一些潜力股的存在，双方一拍即合，达成合作。那新浪微博的投入就不仅仅是金钱上的了，还会给予更多的自家微博资源的倾斜，毕竟也算是自家的艺人了。再说下芒果，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芒果文创也是微念的股东。穿透过来，其实老东家就是这个湖南广电，它是中南重工、芒果传媒和一泽资本3方共同作为发起人，整合湖南广电资源，补足微念在新媒体之外的传播与孵化能力。有这样的资本加持之下，其网红运营变现方面如虎添翼。再说回最近大火的话题，李子柒是不是文化输出？不论谁输谁赢，都是旁观的资本所乐见的。争论声越大，那么知名度、影响力、粉丝粘度都会有所提升，资本的回报率也会提升。如果只是一味的说李子柒是文化输出，就不会有话题。正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才会造成了如此高的话题量。那这反对的声音中又可以分3类。
一类是同行竞争者想借此话题打压李子柒，第二类就是一些杠精，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第三类就是自导自演，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从发展势头来看不太可能，不过这毕竟也是一种营销手段。商业变现方面，刘同明没有给李子柒接广告，因为作为网红只为别人打广告的角色，那么这个行业的天花板就太低了，于是他就把李子柒打造成了一个个人 IP 加电商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无限放大。2018年8月份开始试水电商，在淘宝旗舰店里售卖螺蛳粉、藕粉、火锅底料等短视频里宣传的食品。在其后的1年时间里，李子柒的天猫旗舰店共有21款产品在线销售，其销售总量超过130万，销售总额高达7100万。李子柒是幸运的，被资本选中，加速了他的成长。还有很多的小网红在跃跃欲试，等待着被资本发掘，但资本也是残酷的，在你做出一些成绩之前，资本连看都不想多看你一眼。对于李子柒的成长，您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评论，下期再见。